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欢迎来宾陈立伟、蔡正元、蔡委员。思敏好，大家好。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在中美这一场贸易战，我们要赶快来关心的是，贝森特现在求饶了，希望能够拿到中国大陆的稀土，那么来换取的就是美国继续的延长这一场关税战。那川普则是呢，受到了这个关税战的反噬，现在接下来呀，美国会有这个圣诞节，这些商品恐怕民众自己都要买不起了，变得非常的贵。怎么回事？今天我们节目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今天3个火线话题，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的。第一个，我们来看到财长贝森特是代替川普来示软求情吗？为了换中国的稀土，现在低头求饶了。第二件事情，川普关税反制，刚刚提到了圣诞节，大家都买不起东西了，民怨炸锅。第三件事情，现在习近平啊，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是掐准了川普的命脉。他觉得说，这场贸易战再继续打下去的话，接下来美国股市一定会崩溃的。那么至少会有11%的一个重大跌幅。全美22州现在已经正式陷入在经济衰退的一个状况。接下来是否重击川普的习中选举呢？川普接下来又会如何来做应对？今天都会来做解答。赶快来看到的这个是中美关税战有一个今天的反转，就是财政部长贝森特竟然是主动的这一次呢向中国求饶了。他说，如果大陆你愿意停止实施新的稀土出口管制的话，美国呢我们就会对你们大陆的商品暂停这个关税措施，延长3个月以上。大家就觉得说，这怎么回事呢？这个也太讽刺了吧！因为这个贝森特前几天才说呢，会针对中国的稀土管制啊，他痛批是与世界对抗。呼吁这些全球的盟友们一起对抗大陆，怎么现在美国变成第一个向中国主动低头的人了呢？其实不只是美国，向中国大陆低头，许多的国家现在也一起团结起来对抗美国。实际的例子，我们来看到的是，首先加拿大30年来第一次的从墨西哥进口新车的这个新车的数量终于正式的超过美国了，新车总额来到了7.84亿美元的金额。另外就是大陆了，大陆从7月开始零采购美国的大豆，转向南美洲来做采购，避开这个关税的贸易战。印度呢，则是跟中国，终于是这个冰冻关系现在破冰了，2个国家恢复直航，双方的交易也正式的开启了。就连在非洲的小国，这个是赖索托，他也把他的纺织出口重心开始转到其他的国家去，亚洲、欧洲等等，就是不跟你美国做太多的交易。而这一场关税战，其实美国老百姓反噬才正式开始，因为我们来看到的是来自于这个专家最新的高盛评估，关税战中的55%的成本，最后都是美国消费者自己要买单，企业的部分则是承担了22%的成本。而且我们现在从最新的民调可以看出来，美国的民众对于接下来美国的经济是呈现非常的悲观的一个状态。我们来看到最新的民调民众认为未来1年经济会恶化的悲观程度是超过2008年金融海啸的，近60%的民众都是这么想的。77%的消费者已经预期了圣诞节的物价一定会很可怕，一定会大幅的暴涨。4%的家庭说了干脆我们就不要过圣诞节好了。节目一开始要来请教委员怎么看了，贝森特才说要围堵中国大陆，现在却对北京示软了，这个被视为是一个外交上面的投降吗？他说要换大陆的稀土，代表现在美国是真的离不开大陆稀土吗？委员怎么看？中美之间的贸易大战、科技大战，我们现在发现有一个情形，就是美国人在中国的胸膛上捶出了一个大伤口，在屁股上捶了一个大伤口，但中国直接把美国的脖子给捏住了。所以谁会先死就很清楚了。中国现在出这个2招，对美国的打击是非常重。第一个就是稀土禁止出口，那它现在是管制出口，但事实上是一种准备要禁止的态势。第二个啦，它的储能锂电池也一样列入管制，要禁止出口。这2样东西只要说下令完全不出口到美国去的话，美国的工业股票还有包括
AI 的股票会一时之间崩盘，那我们台湾的台积电就准备关门了。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哈？因为你要知道哈，台湾台积电都傻傻的，那个晶片哦，大概要做好几层，那每做一层的时候就要把它磨光，磨成原子级的平面，完全平躺是原子级，不是分子级的。结果要把它打磨这个东西啊，要跟日本的信越化学买氧化铯，一个金字旁市场的铯才做得出来。那这个信越化学用氧化铯的液体，当然做得非常的好，全世界其实独一无二。但它的原料就铯这个东西，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有，叫做中国。所以中国如果跟信越化学讲说要我卖给你啊，你不只卖给台积电，明天台积电关门了。那你所有看得到的微电动马达，现在微电动马达很多啊，机器人的关节啦，那微电动马达，汽车啊，火箭啊、炮弹啊、飞弹啊，那种微电动马达多了很多，包括那个什么隐形战斗机啊，调那些东西，很多都微电动马达，通通要稀土，没有稀土做不出来。那请问各位，如果中国拉狠了，把它 K 掉，举个例子，台湾一年要用到的稀土啊，不是从间接的衍生品哦，间接衍生品多得很，直接进口的稀土的6000公吨，起跳6000公吨，去年将近7000公吨。那请问各位，没有的话，中国顶多少赚一笔钱而已啊，那没有的话，台湾的半导体股票马上砰，对，那什么跌11%。不值，大不值。当然不值啊，因为很多人不晓得稀土厉害在哪里。那你说美国有没有稀土？有啊，你提炼不出来，为什么？要做到半导体这种微电机的永动电池的那个磁铁的时候，要做到什么？一定要什么？像铯要提炼到比丽江郡的黄金的纯度还高，要到99.999。丽江郡的黄金只有99.99而已哦，它99.99三个9，999，没有你打磨不到那个原子级的平面，那原子级平面打不出来的话，你上面没办法画线啊，你整个凹凸不平的画，那这到时候做出来半导体是不管用的，所以你这一招很厉害。第二招就是什么？储能电池，所有的算力中心都要有储能电池，因为什么？怕它中间断电。就有点像说我们家楼顶上有个储水塔一样，不是直接从自来水厂把水引进来，自来水厂可能供应的水源不稳定啦，所以你要先储水塔先储完水再给我们再用，那个一定要有，要不然以美国的那个发电系统啊，动不动断电的话，你那个算力中心要烧掉了，而且那么贵，动不动1000亿美金的，所以一定要有储能电的。那中国说，磷酸锂铁的储能电池可能不出口，那就晕倒了，对不对？就晕倒了。你讲 AI 讲了老半天，你的脖子被掐住了嘛？都被掐住了。所以贝森特本来讲得很大声，对不对？你跟全世界作对，中国还不够狠，中国应该讲说，你美国把关税对全世界关税取消，我再卖你稀土。哇，其他国家就很开心啊，给中国鼓掌啊，对。所以我是觉得。战争刚开始而已。好，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其实对于美国是非常有手段的，掌握2大的王牌命脉啊，不管是稀土或者是这个锂电池哦，把美国掐得死死的。那另外一方面，这场关税战，储能锂电池，储能的锂电池，好，这2个都是大陆的王牌的杀手。那其实呢，除了这个来自于大陆的2个王牌之外，我们来看到美国现在自己则是承受关税战的反制。现在即将要到来的年底的旺季就是美国的圣诞节了，现在消费者非常的没有信心，他们觉得接下来很多商品恐怕都买不起了。厉将军怎么看？我还是要讲《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有一句话叫“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物可信，杂于害而患可除。”他意思是说，你要做这很之前，你一定要这个敌人的利跟害，你都要很客观的来做分析。那对你有利的，你当然你就可以采取这种政策。但如果说你发现这中间来讲的话，对你有弊病、有伤害的地方，然后你就必须要想办法把它去除掉。那我们看一下，假如说我们将中美这场贸易战定位一场战争来讲的话，那这个川普在开战之前，他有没有考虑到这个贸易战一打下去，对他来讲什么地方是有利的，什么地方可能会因此而遭受到
这个贸易战的伤害哈。所以我觉得他完全没有考虑到，他原来只是一厢情愿的认为说是我借着这个关税哈，让所有制造业重回美国，让美国再次伟大。可是他没有考虑到很多的细节方面，譬如说你美国很多的物品来讲，你自己制造的人工成本，或者你要进口的原料，已经不是1920年代的那个时期了，对不对？你工人的成本已经推升到很高了。那如果说第二个就是你这个很多的制造业在你美国有没有这个时间哈，这个马上很快可以建立起它的生产链出来。比如说你不要讲别的，光一件成衣来讲的话，你盖个工厂就要多久？那不是短时间一触可成的。那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制造工厂，最大的制造商。那它可以提供全世界很便宜、物美价廉的物品，那全世界都需要嘛？那你现在贸然实施这种关税战，你只是一昧的，只是表面上面你提高关税，把这个中国便宜的物品挡住，不让它进来。但是问题是说，你的老百姓还是需要这些物品啊，食衣住行有时候是生活必需品。你说有些娱乐的你可以这个减少一点，但是生活必需品你就必须要有。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个美国来讲啊，当然一定会推升它的物价，因为这个关税进来以后，到最后还是老百姓自己要吸收嘛。现在果然证明是如此哈，老百姓他吸收这个关税要到57%，对，然后企业来讲可能吸收22%。那不管怎么样，美国老百姓就是要吸收这么高的一个关税价格，当然推升整个物价。在这种状况下，他们评估哈，就是今年来讲的话，圣诞节这个一般家庭来讲的话，他原来准备要这个买的东西哈，已经比去年减少10%。本来他预定，他现在只能买平均啦哈，$1595的这个买圣诞节的礼物。你知道圣诞节在美国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家人之间互相赠送这个礼品，或者是大人给小孩赠送礼品，晚上对不对？圣诞夜一定要在这个耶诞树下面摆一个很漂亮一个礼盒，代表全家的一个团圆哈。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讲很重要一个仪式感。那今天来讲，它就减少它的这个过节的这种金额来讲，已经比去年减少10%，这就是很明显的这个美国的一般老百姓由于这个关税的问题推升了通货膨胀，然后推升了物价哈，让他但是他的薪水又没有涨，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减少自己的支出，或者干脆不过节。是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场关税战，刚刚讲了一系列哦，这个对美国的冲击，其实大从这个晶片啊，到军工，到能源产业都会受影响，小到这个一般民众的民生也都会受到严重的重击。那我们也要来看到，现在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他们认为说呢，现在习近平的招式哦，就是他已经看透川普的命脉了，他知道了川普现在最害怕的就是美股暴跌，如果美股暴跌的话，再加上经济衰退，将会重击到的是这个美国接下来的期中选举。那现在呢，来自于专家也特别讲到了，这个股市一崩啊，可能的跌幅最高，最少可能会达到11%，这是来自于大摩的市井。当然了，委员刚刚也特别补充嘛，这对于股市的冲击，如果没有稀土的话，对于接下来工业、AI 股等等，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跌幅。那现在目前呢，根据经济学家的最新统计，全美已经有22周，实际上都已经被发现陷入在衰退的状况，尤其在加州，失业率现在来到了5.5%，今年已经流失了21万个工作机会，这些都已经是实质的经济数据了。如果他们认为加州跟纽约的经济在恶化，将会拖垮整个美国的经济，这个是习近平掌握到川普最致命的弱点吗？会对于接下来期中选举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川普会怎么应对？赖老师怎么看？这个只是一部分啊，因为我们讲的稀土管制，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部分，因为大陆还有很多稀土没有拿出来，如果再慢慢的把更关键的，例如说铝啦这些关键的稀土再放进来的话，它可以把所有的 G7 的工业国家它的现代化，不只是 AI 哦，它是连现代化都全部都打垮。那也就是说，你不会再是一个文明的现代化的国家了，因为你制造的所有的产品都需要各种各样的稀土，不管是镜片，不管是半导体，不管是电池，不管是风电，不管是电脑，你所有能够想象的东西，你只要是跟铁有关的，它都需要稀土。那你没有的话，你什么都做不出来。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只是说中国大陆现在是在跟美国、跟欧洲的国家演示
什么叫做实力说话。美国人很喜欢说我实力说话嘛。那中国大陆一直不愿意用实力说话，不愿意，不是没有，也不是没有能力，有能力，但是不愿意用。好，那现在也就是告诉你了，告诉你美国人说，那我就示范一次给你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实力说话。好，我们来看看川普的这段时间的讲话，已经到语无伦次了。那这代表什么意思？他没招了，没招，那也就是对于川普来讲，他只有唯一的选择就是屈服，他没有任何路走，就是屈服。好，谢谢赖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